开场在他巨蟹消失时使用金玉手，也可以闪避。距离太近的话，他的扔鱼、踢鱼都是有伤害的。左侧单手挥鱼，如果后面接黄光杂鱼，可以骑龙穿刺到他身后，之后注意他的后跳攻击，看到他身体偏向右侧就进行卸势。鲍鱼2连踢，后续可能接3段旋转踢。羽毛大王后退攻击后都会踱步一段时间，可以安全打一段伤害。近战的话，黄光杂鱼向前闪比最安全，因为砸下向外弹出的鱼也有伤害，是一个多段伤害技能。防反 CD 的时候可以用以讹之名打一个满续伤害，之后防反 CD 转好了又可以打一波伤害。黄光杂鱼之前的左侧挥鱼不可卸势，如果是单次左侧挥鱼可以卸势，但我们无法分辨，所以一阶段的左侧挥鱼，如果你没有护盾，建议都拉开距离或者闪避。羽毛大王如果处于燃烧状态，就会触发灭火黄光，大范围滚地之后使用鱼大范围喷水都不可卸势，对于近战很不友好，所以建议近战全程不要使用吐火和火箭弓。转阶段，如果背包里有皇宫采集的9蕊珍珠，这里会出现一段动画，出现交互按钮转阶段，没有的话就会像我这样 ，BOSS 在这里傻站着无敌20秒左右。有没有动画转阶段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。带有动画的转阶段会出现几只小猫在战斗场地中，可以被攻击和锁定，而且有体积碰撞，需要在设置里把锁定设置成优先手里，不然你的锁定目标会经常跑到小猫身上。二阶段的攻击都可以卸势，所以可以放心打。同样的，后跳攻击后通常都会长时间踱步，可以趁这个时间输出。我视频里2阶段就打得比较随意一些，一个是想压4分钟内结束，另一个就是不想再打这个 BOSS 了，所以只要盾不破，我哪怕挨打也不重开了。策划终于找到了让赤力公口碑变好的方法，就是做一个比他更恶心的 BOSS。如果说赤力公是1坨，那羽毛大王就是2坨。整个2阶段冗长无趣，就是单纯的卸势攻击，卸势攻击，有防反打个防反，然后继续卸势攻击。2阶段比1阶段技能还少，我都怀疑是不是弄反了。转阶段也是没有9蕊珍珠就在那傻站着，没有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没有的版本呢？加上1阶段那个无法分辨可不可卸势的左侧挥鱼，还有开场红光加黄光的攻击，第一次见。在烟云的机制里，红黄光不是用来区分攻击逻辑的吗？而且红黄光的攻击不能防御，结果你这个开场红加黄的双重攻击可以防御，不是自己游戏的战斗逻辑随便乱改，这个 BOSS 一堆问题。跟羽毛大王比起来，赤力公那个无聊的鱼吐泡泡都显得眉清目秀了。这算是烟云里第一个这么重量级的 BOSS， 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个。但仔细想想，赤力公之后还能端出这个羽毛大王，那他应该不是最后一个。我只想说一句，烟云你现在是一个赚大钱的项目组，赚钱1年了，请不起人吗？还要用这种策划？